一名女孩坐在一张桌子前，除了自己周围微弱的光线外，四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空间。她惊恐地看着四周，突然感觉到头上有液体滴落，液体伴随着浓厚的铁锈味。她抬头看了看，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影，手上拿着瓶子，倒着暗红色的液体。接着女孩被吓醒，全身冒着冷汗。即使现在能每天的梦到她，看了心理医生，去了各大宫庙，也无从解决。这是发生在北部某所高中女校。新学期第一天，开学典礼结束后，小静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着书。她是个木讷又内向的女孩，外貌并不出众，身材肉肉的，戴着粗框眼镜，脸上有着些许雀斑。不管是国中或国小，小静内心是渴望有朋友的，但因为不擅长交际的关系，她的朋友都是少少几个，有时甚至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安安静静的过完整个学期。上了高中，本以为这3年也是会平平稳稳的过完，没想到小静的肩膀突然被点了一下，身后的同学前倾着身体：“你看的这本小说我也有在看你看到第几集啦？”这个同学叫做小雅，她一脸兴奋地询问着小静。小雅是个外貌普普、看似清纯的女孩，她笑脸看着小静。小静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微笑地回应她。看来高中生活可以添增一些色彩呢，小静心里这样想着。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小雅总会在下课来找小静，讨论着小说剧情。对小静来说，小雅是她唯一的朋友，也是她班上唯一可以说话的人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小雅的个性并不像小静这么内向。她跟班上其他人都能融洽的聊天，身边渐渐有了其他朋友。不过人偶尔会找小静聊聊天，而在小静眼里早已习以为常，因为国小国中为数不多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离她而去的。直到那天，小静安静的在座位上看着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聊天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都要跟他说话？他整个就是个怪人，又丑又宅又胖，跟他讲话根本降低你的格调吧。”这些话虽然有压低音量，但都还是传进了小静耳里，句句听得刺耳。他偷偷看了看小雅，而小雅完全没有反驳，只是表情尴尬地看着小静苦笑。小静的心有如被针扎了一下，但以她的个性，她也无法反驳什么。那天之后，小雅几乎没再跟小静说过话，而班上的同学似乎在知道小雅跟小静不再有交集后，竟开始欺负小静，偷藏她的课本、小说，在她的桌上涂鸦，甚至拿吃剩的东西、垃圾丢她等等。以往的学校，同学们对小静偶尔会有冷嘲热讽，她都可以假装没有听到，但对她做出实质上的伤害，上了高中后是第一次碰到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啊！小静在心里呐喊着。可欺负人的人，仅仅是看对方不顺眼，仗着自己看似高人一等，就为所欲为，哪需要什么理由？小静不敢跟学校反映，怕被同学报复，也不敢跟家人说，怕造成家人困扰。而小雅一开始本来都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，可时间一久，在同学不断揶揄下，小雅静也跟着笑了起来。那天中午，小静在座位上安静地看着书，头上突然被冷冷的液体滴下，她吓了一下，转头看了对方，结果竟看到小雅手上拿着午餐附的乳酸饮料往小静的头上淋着，并笑呵呵地看着小静。跟在小雅一旁的同学也不断大笑着，而这也成了压倒小静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黑暗中，小雅看着小静的桌子，可这座位再也不会有人来坐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害的吗？我只是想热闹一点，融入班上，这样有错吗？小雅转头看到了小静，小静恶狠地瞪着小雅，她指着小雅大吼道：“这全都是因为你啊！”噩梦中，小雅再次被吓醒，她捂着头，蜷缩在棉被里啜泣着。这件事的罪恶感，或许会跟着她一辈子吧。嗨，我芝麻。今天这部影片是个不具名的投稿原创故事。虽然是原创故事，但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定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大家小时候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吗？或者正在经历这种痛呢？勇敢站出来向身边的人求救吧。但归根结底，主要还是不要这样对待其他人。不管是身体或心理上，这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，请大家共勉之啊。那是发生在某一年的青年节，一大早6点起床，准备跟着家人前往新竹扫墓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。之后忙了1个小时，想说休息一下，抽根烟。旁边是个别人家的坟墓，但看起来多年没有整理，杂乱不堪。当时不懂事的我，直接坐在了坟墓里面抽烟。想尿尿，这附近厕所在哪啊？随便找个地方解决好了。之后回家后的连续几天，我一直时不时的产生幻觉，每天睡不好，书也读不好，情绪起伏大，有时候还会没来由的呕吐。后来我去询问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们家里是在做法驱邪的，跟他说了一下状况后，马上赶到他们家。到他家后，他爸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脸惊恐的看着我。叔叔好。我来处理。之后我跟我朋友叙述了我的情况，